他妈的，你们被流放，害得老子也跟着一起受罪。我不是死了吗？啊！我靠，袁华，周文，你怎么穿得跟个囚犯似的，头发还变长了？赶紧起来！这附近他妈闹土匪，流放还不走快点！怎么回事啊？我们怎么变成流放的犯人了？这话穿越了呗！都怪你！妈的，为了保护文物，连挖掘机都敢打，害得我这个警察跟你一起穿越。你知不知道老子就要成为特警了？你们搞历史的学者是不是都是榆木脑子？不能拆！这个府衙有3000年的历史，研究价值极高。袁华，你看看，我对这地方的历史都研究半年了。哎呀，周儿，这都拆一半了，你随时可能会塌。咱们兄弟出去说行吗？你可是我从小玩到大的兄弟，你竟然不帮我说话！快走开！快走开！怎么能怪我呢？如果不是你们强拆历史文物，我也不会过来拦你们的。哎呀，行了行了，我的大学者，咱俩现在都是一个身上的蚂蚱，必须得互相帮衬，要不然谁也活不了。站住！打劫！快跑！哎，你们别跑啊！打劫！周文，你不是警察吗？快想想办法保命啊！周教授，你听我的，陪我演戏。什么？哎，此山是我那此树是他在。哎，若想从此过，给钱啊！哎，这位大哥，你别看我俩是个穷光蛋，但是我身边这位爷可不得了啊，那可是算命的大师啊！要是说能找他看一下算个卦，保证您这辈子顺风顺水。谁呀？我吗？对。这真的假的？那是啊，那京城想求他算命的人有多少呢？那求都求不过来。我俩为什么被流放到这儿呢？就是因为他算命算得太准，把皇上给得罪了。你啊！算老子的运势如何？兄弟，靠你了啊！不是，我也不会算命啊！你他妈不是教授吗？你随便编两句不行啊？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行啊，出了事儿你可别怪我啊！你俩叽叽喳喳搁这说啥呢？赶紧给我打个错！哎，大哥，你本是大富大贵之相，可惜得了绝症，命不久矣。哎，你啥？你他妈的咒老子！让他把话说完啊！你最近是不是感觉走路有点不得劲儿啊？比如一边高一边低。对了，老大，你昨儿不还说最近骑马总觉得有点歪吗？好像是啊。你继续说。哎呀，解开呀！哎呀，哇，依我看啊，你这不是累的，你这分明就是腿有病啊！老子他妈的没病，没病是吧？你走两步看看。啥玩意儿啊？走两步就他妈能看病了？你他妈又忽悠老子！笑屁呀！该你了。好嘞，来，大哥，你先跟着我的节奏啊，咱们做一个诊疗前的热身。来，对，把你的腿抬起来，像我一样啊！1、2、3、4、5、6，继续。好，停。现在跟着我啊，来跟着我走，走，就这样走。哟，哎呀，我咋回事啊？哎，看见没？你们大哥这右腿比左腿短一大截呀！是真的，这两位大师，救救我呀！两位大师，救救我呀！想要搞清楚怎么回事嘛，得问问你自己。我问你，你当山贼这些年，你没少干谋财害命的事吧？不，俺们只谋财，不害命。俺们只有贼心，没有贼胆呐。你谋财怎么不算呢？你谋了人家的财，人家妻儿老小怎么办呢？这就是老天爷对你的惩罚，他对你小惩大戒，让你的腿少了一截。他说的没错，你记不记得去年咱们刚吵完离婚了，第二天我老娘就病死了。哎呦，两位大师，指条明路啊！就一个字，改！现在立刻马上，你去衙门投案自首。那个，我现在感觉我的腿也不得劲儿啊。
看你们大哥啊，再犹豫都来不及了。等你那条腿彻底瘸了，你想走到县衙投案都没机会了。干！兄弟们，收拾东西，自首。这就对了，这决定太英明了。这样真行吗？一会儿别被发现了。怎么不能行？他还得谢谢咱们。谢谢啊！你看看。对啊，走啊，咱们也上去瞅瞅，万一还能捞点赏银呢。行，没地方去了，走吧。老爷，不好了，山贼打进来了！老爷，大事不好了！小藏峰上的王麻子带着所有山贼闯入县衙了！啊？啥？你刚刚说啥？山贼打进来了？县太爷，俺王麻子率领小藏峰众兄弟，打算洗心革面，前来自首。什么？自首？请求县太爷宽大处理。老爷，那2个囚犯文书上写的是流放犯，押解的差役不知所踪，这些山贼就是跟着他俩来的。竟有此事！你2人是何人呢？哦，回禀县太爷，草民周文，这是我的兄弟袁华，之前因为鲁莽犯了点小事，被流放至此。但是路上碰到这伙山贼，我们特意劝降了他们，把他们送给县太爷。此话当真？那还能有假？我跟你说，县太爷，这位周先生可是个厉害的风水大师。要不是他们劝降我，老子才不来呢。居然能把山贼劝来自首！哎，对，赶紧奖励我们黄金100两啥的，也不枉我们费尽心力劝说他们。人才呀！实不相瞒，本官来这破家20年了，前年水灾，去年蝗虫，师爷都跑了3个，捕头到现在还空缺着，连县库里的老鼠都饿死了。本官辞呈都写了18封啊！完了，发财梦泡汤了。哼，你们来的正好，本官决定了，这县令你来做，这师爷你当。文书我今晚就写，朝廷那边就说本官突发恶疾，由你们暂代了。好了，就这样说好了。老爷，等等我！老爷，那您的铺盖不要了，送你们了，本官回去养老了。哎呀，周大人，我就想问一下，那我们这个还算自首吧？算，怎么不算？王麻子，在。本官现在封你为安县县衙总捕头，让你掌管咱们县衙所有的事务。哎，得令。哎，兄弟们，咱们也算是吃上官家饭了啊！庆祝去！走！走啊！咱这就成县太爷了，算是吧。这银两没讨到，捡了个官当，那总不能比山贼还差吧？我先看看本县概况，人口800户，连续3年交不上税，积案27桩。这，咱现在回去当山贼还来得及吗？哎，这到底是档案房啊，还是垃圾堆啊？我们都上任3天了，到现在一本卷宗都没翻完。老县令到底留下来多少糟心事儿啊？你有这功夫，还不如多看看案子。我倒是觉得这些东西很有意思，好像是历史书上的字活过来了一样。你是教授，你当然觉得有意思了。要我说，咱就该先审几个案子，对吧？实践出真知嘛。大人，师爷，那个来案子了。什么？太好了，别翻这些破书了，走啊，咱们去查案子啊。好，王麻子，传令下去，升堂。得令。升堂。喂！严肃，带原告上来。青天大老爷，民妇要告状，告朝务昨日午时3刻杀死了我儿子牛儿，街坊邻居可都亲眼看到了，光天化日还有没有王法了？可怜我
儿前几日刚和柳家如烟定了亲，就这么死了。提前跟你预告一下，这个常武可是永州知府常怀恩的独生子，咱得小心些。你才来几天，这都知道？摸排走访，深入人民群众，可是我们民警的基本功。我现在就是整个安县的人形 WiFi， 方圆10里就没有我不知道的事儿。既然你这么厉害，那你说咱们该怎么办？难道就不管吗？管，当然得管啊！反正那老县令说啊，你就是个暂代，说白了就是个实习县令。哎，别忘了咱俩可还是罪犯，万一被发现了，可是要杀脖子的。咱们要是把这事儿办好了，按照大夏律法，咱们可就能直接入室了。啊，你连大夏律法都记下了？就看了一眼，那件案子太无聊了，我就翻了点有意思的看看。一句话，干不干？你不说我就当你同意了啊！常武少爷到。啊！这台阶居然敢暗算本少爷！是，都是台阶不好，拆了，把这台阶给本少爷拆了！少爷，这是县衙，不是咱家呀。县衙？怎么了？我爹可是永州知府，拆个台阶，怎么了？能，当然能。少爷，咱先进去。你就是这新来的县令啊？说吧，找本少爷什么事啊？哎，你谁呀？见了大人不跪下吗？这哪来的白痴啊？这破县衙，怎么什么人都往里收啊？哎呦，我操！你学老子！学你怎么了？你咬我！哎呀，他妈的！老大，别激动，给我放开！我今天非教他怎么当人，给我干他！都给我安静！常武，昨日戌时3刻，你在干什么？戌时3刻。我说我在家里陪我爹下棋，你信吗？人证呢？有什么人证？本少爷就是人证。既然你不愿意说，我找人帮你说。来人，带人证上来。周大人，何必这么麻烦呢？不如我们借一步说话。竟敢贿赂本官！哼！周大人，这是我们家老爷的一点心意。这安县百姓都穷成这样了，他常怀恩一个上头当官的，却能拿出3000两行贿，怪不得安县穷呢。放心，看我的，就这点钱，打发叫花子呢。就这点钱，打发叫花子呢。什么？太少了？那你想要多少？5000两。5000两？你们才刚上任，胃口就这么大？嫌多呀？那算了，那就送客吧。王麻子。行，5000两就5000两。又是个见钱眼开的贪官，难怪公主对安县不抱希望。袁师爷，既然这收了钱，那案子？什么案子？袁师爷，你想抵赖不成？你已经收了贿赂，咱们可都是一条船上的人。贿赂？什么贿赂？这些钱不是你们家知府大人留给县衙百姓修路的钱吗？那被我家周大人留下充公，有什么问题吗？可以啊！没想到你他娘的真是个天才啊！机操无力。你什么你啊？回去告诉你们家老爷，
就说我们周大人会记得知府大人对安县百姓的好，一定会把他的名字写在安县的县报上，让他流芳百世。哎，周大人，这也是你的意思？是又如何？方管家，你只是一个管家，你是民，我是官，难不成你还想跟我动手不成？动手？大人好，知府大人不会放过你。哼！有点意思。靠这俩收钱不办事的流氓，说不定真能把安县给盘活。哎，我得把这个好消息去告诉公主。不是，哥们儿，咱玩这么大，怕什么？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大不了咱干完这一次，卷钱跑路，也算劫富济贫了。哎，行了，走，审证人去，要不人家都串通好了。哎呀，渴死我了！我就知道这里也指望不上。哎，小姐，这次一定行，真的。哦，怎么说？我跟你说。这事情就是这样的，他真这么厉害啊！他们真这么厉害？他们什么时候会上来的？姑娘，这不重要。那新来的县令真这么厉害吗？那当然，我从不说假话。既然如此，那我便牵你去看看。走，好嘞。要不咱也去看看？走。草民参见老爷。少爷，都安排好了。我收买不了你，还收买不了他们。哎，小姐，快看，那个就是我跟你说耍无赖的严师爷。前审，赵四、胡更夫，牛二被害当日，你们可看见了什么？回老爷，我什么都没看见。对，俺也一样。啥？不对啊，这三个人明明已经答应为死者作证了，哎，看来是都被收买了。这个时候才最能考验一个人的心态和能力。你们怎么能这样？明明昨天还说亲眼看到那畜生杀了我儿的，现在怎么又反悔了呢？我可没说过呀，我昨天一天在家里数钱呢，哪会看见什么杀人的事儿呀？哎呀，真晦气！我也没说我看见了呀，刘大姐，你可不能胡说。你们俩怎么能这样？哎呀，胡大哥，你是好人，你快跟老爷说实话呀！啥？哎呀，耳背呀，听不清啊！切，装聋作哑，还演得这么拙劣，到时候要是用刑，这个肯定是第一个招的。就你知道的多，说不定你的审讯能力还不如你刚说的那个无赖呢。不可能，我可是六扇门出来的，怎么能被他一个无名小卒比下去？周大人，你可听见了吧？这没有人看见是我杀的人啊！这案子您还审吗？方管家，哎，咱们走。哎，咱们走。哎，哎，少爷，怎么了？哎，我扇子呢？少爷，扇子。嘿，我这暴脾气我。冷静，你下来，我有办法。他们都走了，你还有什么办法？这急什么？这不还有3个证人吗？他仨明显都被收买了，你有什么办法能撬开他们的嘴？不要质疑我的专业，我审过的人比你吃过的盐都多。哦，不愧是袁警官啊！行，
那这里就交给你了。你放心吧，您嘞。看来他们也并非可用之才，真是苦了安县的百姓了。哼，真是中看不中用。走吧，小姐，该去下一个地方了。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常武，我身为安县县令，一定要将你捉拿归案。哼！小姐，等等，再看看吧。那就再看看吧。这家伙应该会有办法吧？大娘，来。钱婶儿，你说你昨天一整天都在数钱，钱呢？据我所知，你们家是卖豆腐的，挣的那些钱应该不至于要花一整天来数吧？没那么多钱，没有。可我听说赵四儿昨天看见了你数钱了。啥？赵四儿，你看见我钱了？我就今儿瞧见你拿算盘数钱，以前没看到。那昨天呢？昨天我搁牛家呢，也没看见。好聪明啊！钱婶数钱得先有钱，赵四爱耍小聪明，就用钱婶降他，真是太聪明了。好一招声东击西。不过这个胡更夫该怎么问呢？对这种装聋作哑的人，就是想审问都没处入手吧？胡大爷，这没你什么事儿了，你先走吧。好累。站住！我看你这耳朵也不背呀。居然这么简单！思雨，现在你还觉得他不能把你比下去吗？那当然不能，他只是会耍些小聪明。要是真审起犯人，还不一定能不能套出话来呢。既然如此，那你不如亲自去看看。哎，小姐，你这是打算在安县多考察几天了？你到底去不去？去，当然去。小姐放心，我一定全程跟随，然后跟你详细汇报。王麻子到，把这3个人带下去好好审问。得令。别！你们干什么？我又没办法。没办法，按大夏律作伪证，杖20。20？哎呦，别打我啥都说。说，我也说。现在再想说，晚了，带走。我的钱呢？钱，你就知道钱。哎，还给我。哎，还给我。你们县衙都穷成这样，连证人的钱都贪。说啥呢你？你那是物证。你说是物证就是物证，我还说是赃款。哎呦我去，你谁呀你？六扇门，唐思雨。六扇门的捕快不在京城待着，跑我们这小县城干嘛？我听说这有个案子挺有意思，来瞧瞧。真的瞧完了吧？还我。证人都还没审呢，怎么算瞧完了？要不我跟你一起审？你还想审证人？怎么瞧不起我？我可告诉你，本姑娘可是擒贼断案的高手，有我帮你，你就偷着乐吧。我和周文不一定哪天身份就暴露了，要是到时候案子没审完，直接撂给六扇门也总比没人管的强。你要是不说话，我就当你答应了。哎，我根本就没答应你。你要是不答应，我就告你贪赃。哎，他诽谤我啊！他诽谤我！哎，咱都说好了啊，
一会儿审讯的时候，听我的。哎呀，知道了知道了，你都说了一路。王麻子啊！别打别打，我找啊，我全都找。我还没问呢。哎呦，不用问了，我全都说。牛儿死的那天晚上啊，我正在乱坟岗边上打更呢，远远的我就看见有2个人在那挖坑，我听见他们说什么买参点牛二之类的。哦，对了，那个买参点就是常武说的。你怎么知道那是常武说的？哎呦，在这安县谁不认识常武啊？再说了，我还是个打更的。那之后呢？之后我就跑了呀。你想啊，大半夜的乱坟岗啊，有人在那挖坑，我不跑，难道等他俩发现我，连我一块埋了呀？你这糟老头，你坏得很啊！你之前为啥不交代？还装聋骗俺们大人？哎呀，主要是那个房管家给的太多了，还告诉我说，如果我说了实话，他就让我丢了饭碗，所以我才编了个理由。现在怎么愿意说了？你就不怕方管家报复你？哎呦，我怕呀，我当然怕。可是方管家要钱，袁师爷，您要的是命啊！那之后如果你再改口，哎呦，可不改了，你放心吧。那棍子他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他呀。好，王麻子，去把牛二的尸体挖出来，找我做验尸。好。我是啊。你一个大男人，连这都怕，还做什么捕头？这谁怕了？我这就找人去办。看不出来啊，袁师爷，你还挺有招呢。3言2语就让那老头全交代了。那是，不过他胆小倒是好吓唬，要是换成钱婶就没那么好对付了。那先审赵四？不，先去会会钱婶。这是什么道理？去了你就知道了。是爷，我回来了。事情办得怎么样？李三儿再乱葬岗了。师爷，一会儿咱要审谁呀？我还要拿一根木棍儿，老威风了。跟李三说，他都羡慕坏了。行了，一会儿我和唐姑娘去就行。你去找周大人学点东西，等审赵四的时候再过来。学啥东西啊？哎呦，这么厉害呀！我这就去学。去。什么东西？告诉宝贝。保密。袁华，你给我站住！哎呀，师爷来了，坐，别客气啊，坐。钱婶儿，好自在呀。哎呀，那可不，我又没犯事儿，我怕什么呀？是不是？您这瓜子不错，就是少了点儿。那我再给你拿点儿。哎呀，不用，我在这儿也待不了多长时间，待会儿问完话我就回去了。你倒是比他们强，够沉得住气的。那是，我能跟他赵四儿一样吗？被吓一下，哎呦，就打嗝不停。哎呀，师爷，您也别绕弯子了，有什么话您就问吧。行，那我就问了，牛二死那晚你在哪儿？我在家数钱，不是都跟您说了吗？对了啊，我那钱可是我娘家给我的嫁妆，那可不是别人家谁给我的钱啊。是吗？可是我刚才审问赵四的时候，他说你的钱是最近得来的，还说有什么？还说在案发现场看到你了。
这不可能，没有，绝对没有，那都是他瞎说的。这家伙谎话还真是张口就来啊！他到底是怎么忍住不笑的？这死赵四儿，屁股都不是屎的玩意儿，不会给说出去了吧？哎，不行不行，我不能慌，为了钱死都不能认。行吧，既然你不愿意说，那我先去问问别人。可要是别人先招了，那可就不是挨板子那么简单了。对了，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可是六扇门的捕快，京城来的，你自己掂量着吧。任华，你真是够损的，把那前婶唬得一愣一愣的。什么叫损啊？我这叫心理战。等着吧，下次去的时候，他肯定恨不得把他知道的都给我说了。你就这么肯定？当然，这个就叫专业。专业就是在行的意思。哦，那你的确专业。是师爷，我回来了，俺学会了，你看看啊，我看看，这个是7个，这个是7个，对不对？差不多。哎，王麻子，你挺有表演天赋的啊！好，什么7个的？你们在说什么啊？嘿，马上就知道了啊！走吧，好戏马上开场。7个，看他这样，师爷，赵四儿，说说吧，你都知道什么呀？我什么都不知道啊！你小子在大堂上还说要交代，我呢是被吓懵了。还有你，赵四，你打嗝这毛病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也就前几天。我已经看出这病的原因了，你要是老实交代，我就帮你治好这毛病，咋样？我才不信呢！你是个师爷，哪会看病啊？哎，你别不信呐！我过去也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就是周大人和袁师爷给我治好的。你俩一伙的，谁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哎呀，我真是果然是伤到了脑子。啥伤到脑子？我问你，你这是不是被吓的？你咋知道？你咋知道？你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你只需要知道，你这是因为过度紧张而导致的肌肉痉挛。这啥意思啊？就是被吓傻了，看来是没有几天能活的了。你说这真的假的？你信你也傻。我不傻，我聪明着呢。你要是不信，我给你出几个题目，我测一测吧。来就来。好。说树上7个猴，地下1个猴，一共几个猴？8个猴。错。咋不对啊？王麻子告诉他。哎呀，树上7个猴，不是7个猴啊，是7呀，是你们没说清楚。再来。好，那请听下一题啊！树上7个猴，地上1个猴，一共有几个猴？2猴。错，8个猴。咋又成8个猴了？树上7个猴，那不8个猴吗？7个呀？那树它受得了这么多猴吗？你管它受得了受不了了？它掉下来也是他妈8个猴。这回相不相信脑子有问题啊？不对，你再出一个，我再试一个。
好，说过年了，我家有一头猪和一头驴，你说是先杀猪呢，还是先杀驴呢？驴肉好吃，先杀驴。哎，巧了，猪也是这么想的。那啥意思啊？笨呐，意思就是说你是猪啊。哎，这不应该是我的词儿吗？哟，这么快就摸清套路了。所以我可不傻。那先杀猪。巧了，驴也是这么想的。我又成驴了。行吧，既然你已经知道病因了，就尽快准备后事吧。啊，我要去审前审了。袁师爷，我不想死。我说，连前审的我也说。这场景，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呀。看你这么有诚意，那我就勉为其难的留下吧。谢谢袁师爷。袁师爷，您看能不能先给我治好啊？我也方便给你交代。行，那你站起来，我跟你说怎么做。根据我的手势，猛吸一口气，然后憋住。我喊停的时候，你再停。就能治好我这病？就这样就能治好我这病？不信就算了。行，好，我信。来，吸气，再吸，再吸，再吸。好，憋住。我麻子去，给他加油。哎，好。加油是啥意思啊？就是给他些鼓励啊！懂了。加油！加油啊！我说你差不多就得了，再搞他就不信你了。我真会治啊！信你才快。等着瞧吧。哎，好，停。你中午吃大蒜了？一点点。我居然不打嗝了。袁师爷，你简直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来，好好交代，你都看到了什么？好嘞。那天我正在牛二家房后面小树林里撒尿，突然就听见旁边有人大叫，我又怕又想看，就躲在树后面往那儿瞧了一眼，谁知道那个方管家正好往我这看过来，吓得我直打嗝，我裤子都没提，赶紧就跑了。那你怎么说还知道前婶的事儿？我不是没提裤子吗？裤子给落那儿了。我过好久跑回去捡的时候，就瞧见前婶在那个地上捡了个什么东西。就像是他身上挂那个钱袋子。放心，在呢。那你还看到其他的了吗？没有了，我发誓没有了。那我们再去问问前婶。是也。王捕头，我现在不打嗝了，你再给我出个题呗。哎呀，你这，那你听题。说周大人家的狗为啥不生跳蚤了？周大人家的狗爱干净，狗只能生狗，不生跳蚤。你是这真傻呀你！是这个，申哥，这不算。王捕头，你再给我出一个，就一个。可拉倒，就你这智商，少吃点大蒜吧，臭死了！天哪，我为什么还这么笨呢？哎呀，我说，哎呀，师爷，我说，师爷，我说。现在愿意说了？哎呀，刚才不是挺沉得住气吗？瓜子儿不够了？哎呀，不是，是我自己想通了，我还知道他俩都不知道的事儿呢。袁师爷，我要是说了，能不能不砍我的头啊？那就得看你表现了。好嘛，都挠不到会被砍头了，你这心理战术果然好用。师爷，这个事情呢，它是这样的。
那天呢，我收了摊回家，这远远的就听见那个银子落地的声音，我就循着声音找过去。这最后呀，我是在牛儿家房后呀，看见那个常武正在杀人，还有那个方管家。我好奇呀，但我又害怕呀。这我就一直悄悄站在旁边看来着。后来我亲眼看着那个方管家把一个带血的刀子扔到旁边的枯井里去了。王麻子，派人去捞那把刀。是。那他们走后，你就没回去捡个什么东西？没有啊。哦，那这是什么？这可不像是你能用得起的袋子，老实交代。哎呦，可恶！本来想着方管家的钱要不到了，至少还有这个钱袋，现在3万全露骨了。哎呦，是我趁他俩都走了才回去捡的，里边还有我昨天赚的20文钱呢。袁师爷啊，能不能把那20文钱还给我呀？想得美！你的头算是保住了，但这些就当充公了。充公！哎，我的钱呢？哇，可算审完了，累死我了。明天定罪常武，这些肯定能派上用场，也不算白费力气。那倒也是，走了。哦。哎，我要走了，你就哦一声。那不然呢？敲锣打鼓欢送你。不是，你好歹也说句路上小心吧。哼，你路上小心？你6扇门的，碰上你的人才该小心吧？那倒也是，我外号可是唐门女将的。自己起的吧？你怎么知道？猜的。不早了，我真得走了。哎，怎么了？那个，冤枉，你故意的吧？不是我，真不是我啊！那你有什么事，你倒是快说呀，我就要走了。我想，哎呀，我看你这腰牌挺好看的。说完了，快走快走。你喜欢啊？送你。那你怎么办？放心吧。我可是唐门女将，走了。哎，送我腰牌，肯定是对我有意思。我也这么觉得。这王麻子，你咋在这儿？刚才那个屁是你放的，敢坏我好事，看我不打死你！师爷饶命，我没忍住。常武，前审3人都已经招供了，这证词上清楚写着你收买他们的细节，你还有什么好说的？看到了吗？都画押了。周大人，您说的是那3个穷鬼？我是看他们可怜，施舍了他们点钱财，谁知道居然被他们反咬一口。哎呀，这年头好人难做啊！施舍。常武，证词你能狡辩，可这把刻着长字的匕首，你总不会不认识吧？哦，这确实是我家常少爷的匕首，不过早在1个月前就丢失了。看来这罪犯是早有预谋，居然还知道偷我们常家大少爷的匕首。县太爷，您可一定要好好查查呀！就是什么东西，还想跟我用一样的匕首，简直拿本官当3岁小孩戏耍，简直是强词夺理。那些证词明明是我昨天亲自审的，怎么会有假？别急，先看他们怎么办。方管家，那我问你，他们3个人供词一致，细节吻合，若不是你私下贿赂串通他们又怎么会如此一致？袁师爷，您应该知道什么叫屈打成招吧？您这帮手下都是干过山贼的，
若是他们去下，那3个穷鬼有什么敢不说的？您这帮手下们都是干过山贼的，若是他们去下，那3个穷鬼有什么敢不说？我放你妈个屁！我们打了吗？没打。那昨天他们还说没看见常少爷杀人，今天就说看见了。哎，袁师爷，若是我随便找3个人指认你昨晚偷了牛，你认吗？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嘛，很简单。如果说我家少爷杀了人，那尸体呢？尸体在哪里呀？说话就说话，你别离那么近。你嘴臭，你不知道啊？哼，粗鲁。行，既然你要尸体，本官便给你尸体。王麻子，将牛二尸体抬上来。好，得令。嚯，还真是牛二！常武，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少爷，看如今这情形，咱也没必要陪他们演戏了。不错，这牛二是我杀的。什么？他居然承认了！如此猖狂，居然真的是他，真是太残忍了！你终于承认了，是又怎么样？周文，你别忘了，我父亲可是永州知府，到最后这案子还不是要交到他手里？他不点头，你们又能拿我怎么样呢？还是说周大人想丢掉这顶乌纱帽了？巧了，我们还真不怕丢啊！什么？既然提前知道知府不会点头，那本官就来个先斩后奏。哼！王麻子，哎，将他2人押下去，50问斩。哼！得令。嘿嘿。等会儿，副国家，你不说当官的最怕丢官吗？这怎么没有啊？少爷，我也没算到这俩货居然这么奇葩呀！朱文，放了本少爷，否则我爹会将你碎尸万段。还你爹呢？他就算亲自来了也没用。知府大人到！爹，不是吧？我就口嗨一下，怎么真来了？你真是个乌鸦嘴！那现在怎么办？就算是铁证如山，他爹要是非要袒护，咱也没办法呀。没办法了，走一步看一步吧。下官参见知府大人。爹，你可算来了！这周文，他诬陷我杀人，还有这袁华，他刚才差点要把我处决了。你怎么来一步，你就更不见我了？我的乖儿子呀，爹来晚了，让你在安县受苦了。来，快起来！我可算是知道常武这骄纵的性格哪来的了，都是他爹给惯的。你们2个好大的胆子，2个流放犯，竟敢污蔑本官的儿子！不是吧？怕杀来杀？什么？流放犯？县太爷居然是流放犯？爹，你说什么？他们2个是流放犯？我还能骗你不成？乖儿子，这就是他们的流放文书。哦。什么先斩后奏？你们2个现在连审本少的资格都没有！你能忍，我忍不了。干脆这官咱真就不做了，出了这口恶气，跟着王麻子上山当土匪去。成。你们2个看什么看？你们不是很有能耐吗？有本事现在打我！流放犯！他让我们打他呀？这么离谱的要求，我还是头一次听到。麻子，兄弟们，上！你们俩干嘛？
当然是揍你！身为官员，殴打百姓，这成何体统？成何体统啊！哼，你不说话，我还把你给忘了。哎，对呀，还有你，你们想干什么？我告诉你们，殴打朝廷命官可是要蹲大牢的。那又怎样？我们本来就是流放犯。住手！住手！哎呦！目无法纪，无法无天。你看看你们两个，哪儿还有一点为官的样子？谁要做官了？如果做官都要做成你这副衣冠禽兽的样子，我周文宁可永不为官。来，我麻子，以后我就拜你当大哥，咱仨一起去当山贼去。我看行啊，但是我得认你们俩做大哥。我的无话不可理喻。来人，将他二人给我押下去，关入大牢。我看谁敢！哎，玄无赖，好久不见。唐思雨，你怎么来了？你是何人？竟敢阻拦本官断案？本宫乃当朝九公主赵淑妍。本宫乃当朝九公主赵淑妍。参见九公主殿下，公主千岁千岁千千岁。参见公主。啊，可以啊，开团秒跟，这不是经过你认证了吗？我其实也不确定它是不是真的，不知道你跪什么？哎，不是，你傻呀！现在就算是假的，谁敢质疑他呀？言之有理。这哪来的骗子？来到安县冒充九公主？你可知道九公主是谁吗？是当今皇上最宠爱的女儿。你说你是九公主，那我还是皇帝呢。来，闺女，叫声爹听听。竟敢在公主面前如此大放厥词！你敢打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爹他是永州知府。你当真是九公主？看来父皇最近是对永州太好了，竟让你这小小知府都敢见到本宫，不下跪了。哎呦！哎呀！爹，你跪他干嘛？他就是个假的九公主，会来安县这破地方吗？孽子，你还不跪下？你再口出狂言，就得连累我们全家了。这真是九公主啊！公主驾到，臣有失远迎，还望恕罪，还望恕罪呀！都起吧。你刚才不是要抓人吗？来，抓，当着本宫的面抓。臣不敢，臣不知九公主在此，多有冒犯，多有冒犯。既然你不抓，那本宫就找其他人来抓。周文、袁华接旨。是就咱俩？真是咱俩！快！草民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安县县令孟某年老体衰，难当重任，特准其告老还乡。原流放犯周文查案有功，品行端正，即日起正式任命为安县县令。原流放犯袁华辅佐得力，即日起任命为安县县丞。钦此。草民接旨，谢皇上隆恩，谢公主。原来这就是圣旨啊！周县令，现在你可以名正言顺的审案了。谢公主殿下。多谢九公主。玄无赖，还看什么？审案了。
哼，常武，你杀害牛二买通证人，又在朝堂上大肆辱骂皇室，3罪并罚，你可认罪？我是牛二，是我杀的，我错了，大人饶命，公主饶命啊，公主！饶命？那牛二死的时候，你可曾想过饶他一命？方管家，在，你助纣为虐，联合常武杀人埋尸，事后不仅不知悔改，还敢贿赂官员，该当何罪？大人饶命，大人饶命！都是少爷让我做的，都是他指使我的。放屁！这明明都是你出的主意！你够了！来人，将他2人押入大牢，择日问斩。爹，救我！救我！爹！爹，救我！救我！爹！我的乖儿子呀！哎呀，还看呢，自身都难保了，还担心你的宝贝儿子呢？你不过就是个流放犯，侥幸得了公主的赏识，真以为能骑到本官的头上啊？那本宫倒想问问，你身为朝廷命官，为何会包庇自己儿子的杀人罪行？今日是本宫看到了，若是本宫不在，岂不是铸就一桩冤假错案？臣知错，臣知错，只是犬子常武他也是一时糊涂呀！一时糊涂。一时糊涂，常大人，那就让他到地狱反省去吧。至于你嘛，公主，下官查过，这个常怀恩担任知府期间，常年收受贿赂，做这种为虎作伥的事情，也不止1次了。公主，您看怎么处置？你若是有想法，那就由你做主。好嘞，在下等的就是这句话。你想干什么？不要过来呀！我想干什么？常大人，不知道你的这双手有没有干过苦力？不如就让常大人在安县做3年杂役。至于干点什么呢？不如就罚你扫茅房吧。至于你贪污的钱嘛，全部充公。公主，您看。污秽，我同意。我也同意。好，那就这么决定了。王麻子，在，把人带下去，让他今天就上任。得令。嘿嘿，放开我，放开我！周文，你给我等着3年后，我还等着3年后我们早升官了，你就安心扫你的茅房去吧。对，你就不怕他之后为了报丧子之仇找到麻烦？哼，放心，他呀，没这个机会的。你就这么肯定？哼，对，你很快就会知道了。公主，常怀恩死了。什么？死了？怎么死的？淹死的，被百姓推到了粪坑里，活活淹死的。那场面可惨了。你早就知道了啊，公主，我知道您碍于身份不便亲自动手，只是若真让他死灰复燃，只怕会后患无穷。他在任期间做了那么多有违良心的事情，有这样的下场，也算是报应不爽。只是这法不责众，公主，您不会追究吧？做得不错。既然这件事情解决了，那就该翻翻周大人的旧账了。旧账？我哪有什么旧账啊？我一直都是一个勤勤恳恳的好县令啊。据我所知，安县已经3年没有给朝廷交过税了。父王说了，给你俩正式官职的前提是把税交上。这交什么税呀？公主，我们哪有钱交税呀？你真以为公主不知道啊？你们2个前2天刚收了常怀恩的5000两，怎么想要私吞了不成？哎，交，我们肯定交，我们正要交上去呢。对，我们打算把这些钱都交了。那自然是最好的。行了，别哭了。干什么？行不啦？
快把我的令牌给我吧。什么意思啊？刚拿了我们5000两，现在还把令牌也拿走？你连个纪念都不给我留，我们太苦了。你不把令牌给我，我怎么在安县办公呢？什么？留在安县办公？真的？公主说的，那还能有假？公主说的。我把你们的钱都拿走了，安县百姓这么穷苦，我总不能就这么不管了吧？自然得想办法帮你们搞钱。公主，您太好了。公主啊，谢谢您。现在谢我还是太早了，我能提供的只是资源和部分金钱的支持，安县的发展还得靠你们自己。周文啊，我只会办案，搞钱这种事儿就得靠你了。搞钱，哎，有了！什么？那就是招商。招商？不错，安县没钱，就是因为富商不愿意来这里发展，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他们吸引来。你有什么办法？办法就是办一个安县诗词大会。诗词大会跟招商有什么关系啊？哎，你想想，能来诗词大会的都是什么样的人？都是读书人吧？那有钱人喜欢结交什么人？读书的人，官场上的人吧？哎，所以呀，富商们空有钱财，但社会地位低。但是这社会地位高的读书人又需要金钱支援，而我们的诗词大会既能吸引来仰慕才情的读书人，又能吸引来想结交读书人的富商。这样的话，安县就能成为二者之间的桥梁，既有了金钱，又有了优秀的人才，安县就会快速发展起来。没错，这有钱只能解一时之困，这有了人才才能助力安县长久发展呀。哎，有道理啊！我怎么没想到啊？切，就你这猪脑子，能想到才怪喽！说什么呢？你能想出来？看你那猪鼻子！你怎么的？哎，行了，我还有个问题，文人一向都有几分傲骨，你怎么能保证诗词大会能吸引来优秀的读书人呢？有傲骨就对了，我就怕他们没有傲骨。安县诗词大会只有一个噱头，能赢下安县县令者为胜。安县县令，不就是你吗？你能行吗？瞧不起谁呢？任志文可是教授过很多学生的啊。哦，思雨姑娘放心，不惭愧地说，当今大夏才学能赢过周某人的还是寥寥可数的。你真有这么厉害吗？周文，我相信你。既然你心里有了想法，那就放心大胆去做，有什么需要的跟我说。好，那我现在去。哎，等等，你就穿这一身去诗词大会，还是我找人给你做一身吧？哎，公主，我也能要吗？你看我这里边还套着秋服呢，老可怜了。当然可以。多谢公主。公主，那既然都这样了，那能不能顺便也给王麻子他们？周文，你可真能得寸进尺啊！哎呀，公主啊，这我们出门在外不都是顾着您的颜面吗？我们到时候怕你有失体面。看我心情喽。你看我怎么样？穿新衣服了，看我这身不错呀，这叫怎么回事啊？威武雄壮吧？就是这也不一样啊！往后啊，咱们就是兵。呀！哎呀，袁师爷，你这衣服也太好看了。真好看，袁师爷。什么袁师爷？我现在是袁县城。这有啥区别呀？师爷那是民间的称呼，县城是正八品的朝廷命官，是全县的二把手。周大人说的。
啥意思啊？俺也不知道啊。这师爷，这啥意思啊？哎呀，以你们的智慧，很难跟你们解释。以后呢，你们还继续叫我师爷，但是在正式场合一定得叫我县城，听懂了吗？记住了，明白。那把这些告示张贴出去，明天要检查，听明白了吗？这写的啥啊？安县诗词大会。安县诗词大会，一个只会查案的县令，还搞这么一场诗词大会，搞这么大阵仗，有意思。姑娘有所不知，咱们这位县令是个流放犯，前几天运气好破了桩大案，现在肯定要以这个大会为噱头炫耀自己的功绩。你是什么人？在下柳明轩，是个秀才。哦，姑娘，你怕是没听清吧？我是个秀才，整个安县就我一个。你是安县的秀才，那我还是江南才女。哼，真是一介女流，什么都不懂。安县诗词大会，这比赛不就是为我量身定制的吗？是啊，少爷饱读诗书，今天终于能大放异彩了。哎，少爷，现在这么多人，不如您现场作诗一首，也好狠狠的惊艳他们。哎，你说这话有道理，那我就作诗一首给他们亮亮相。哟，你看这满树花真漂亮，一朵两朵三四朵五朵六朵七八朵九朵十朵无数多，掉在地上没有了。好，真好呀，少爷，你简直才华横溢啊！哎，你笑什么？是本才子的诗做的，不好吗？是本才子的诗做的，不好吗？没有，你一定是听错了。算你识相。哎，刚才那首诗你可记下了？哎呀，少爷，我刚才听得太投入，我给忘了。笨，背着箱子还记不住，拿出纸笔来，我再给你念一遍。好嘞，少爷，我下次一定不会了。走。老师，您可是门声遍天下的当世大儒，这小小的县城诗会，您怎么还亲自来呀？不过是闲来无事，看看笑话罢了。老师淡泊名利，心胸宽广，学生佩服。哎呀，马先生，没想到在这儿能遇见你啊！孙会长，好久不见啊！不知这位是？这位呀，这位可是我的老师孔文德，孔夫子第54代子孙的弟子，曾任国子监祭酒。原来是孔先生啊！久仰久仰。老师，刚才那位是永州商会的会长孙万金。凡夫俗子罢了。各位乡亲父老，各位才子佳人，欢迎来参加安县诗词大会。大会的规则很简单，今日只有我们周文周县令一个列主，只要能赢过周县令，500两白银直接拿走。整整500两， 500两，这么多，居然整整500两，
这周县令蛮阔绰的，这必然都是我的了。拿金钱考验文人，俗气。我不是只答应帮你重修文庙吗？你哪来的500两？我其实没有。那你就这么相信没人能赢得了你？现在我宣布，安县首届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好。下个台都能下错，丢死人了！真是个草台班子。各位，我是安县的县令周文。这次的诗词大会呀，我希望大家不必拘泥于官民之别。周某希望以文会友，和各位友好切磋一番。不知哪位才子率先出场啊？这谁先去呢？我来。这人谁啊？快！这人是谁？不知道。原来是柳秀才呀！周大人，我看就不用再比了吧。全场还有比我更有才学的吗？本来不想出场这么早的，奈何在场的各位不仅没文化，还不敢上台。那柳秀才出题吧。好啊，周大人，那便以情字做一首诗如何？这在童事里算是最简单的。可能对你们这些人和周大人可能不是很简单。如此轻慢之人，实非良才啊！那就请柳秀才先来吧。果然是没文化。听好了，夜雨孤灯20年，梦中慈母唤儿前，叫来不敢轻垂泪，怕是功名半指间。好，真好，不愧是秀才做的诗啊，这大白话写的真好。好，真好。好什么好？我只能说别人好，你只能说我好。记住了没？是，少爷说的对。周大人，请吧。你要是实在做不出来，那就把这500两赠予我便是。情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这是什么诗啊？连什么诗都不知道，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全县唯一的秀才？居然能想到用古韵取胜，有点意思。这个周文确实有几分才学。老师，他刚才说的呀，都是些通俗之词，和您相比，简直是差10万8千里呀！别这么说，年轻人能写成这个样子，已经很不错了。好，真好。少爷，是周大人的诗是好，但是肯定没有您的诗好。你说我刚才那首诗，这家伙能写出来吗？那肯定写不出来。台上的秀才，我说你赶紧下来吧，本公子上去都比你写得好。下去吧，怎么样，刘秀才，还比吗？等我再学3年，再来打败你。别跑啊！好一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周大人，在下江南才女江婉瑜，想向周大人讨教一二。好，江南才女啊，那岂不是比那个秀才还厉害啊？废话，要不是女子不能参加科举，她的官职恐怕在周大人之上呢。这么有才，还这么漂亮。想什么呢？这是诗词大会，居然看美女。别生气。那姑娘请出题。小女江婉瑜身在江南，最喜欢山水之诗，不如这次我们就以景为题，如何？一切听姑娘便是。好，
那我这次便再加一项，必须以4季为题来作诗，且对手做过之后，便不能再用同一个季节。那就请江姑娘先来吧。若是我先来，你可就没有什么机会了。大人，你可想好？姑娘只管做自己的就好。笑话，中国古代那么多写4季景色的诗词，还能让你给比下去了？那好，春风拂柳绿参差，桃李争艳映碧池。燕舞莺歌春日暖，游人醉卧不知时。好诗啊！好啊！江姑娘不愧是江南才女，这春景被你一描摹，那简直美得如诗如画呀！美则美矣，却毫无新意啊！少爷，这诗写的啥呀？我怎么听不懂啊？你没听人家说什么鹰啊燕儿的吗？就是写一群鸟啊。刚才有人又说是写春天，不就是春天的鸟吗？哦，原来是这样。少爷，你真是才华横溢啊！那是自然。周大人，该你了。好。你打算以哪个季节为题呢？这还用问吗？肯定是夏呀！一年4季以春夏之景为最，若取秋冬之景，岂不是只能做一些矫揉造作之词？历代诗人不都是如此吗？对啊，肯定是这样。哎，那可要让马先生失望了。我选秋。什么？怎么可能写好？这怎么可能写好啊？秋，你确定？确定。看来是老夫高看他了，也不过是一个只会做些伤春悲秋之词的俗人。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什么？这是秋？秋竟然还能这样写？好。此子可成大才呀！这描摹的虽然说是秋景，但毫无悲伤之感，甚至让人昂扬奋进。取景用词更是精妙，这简直堪称千古流传呐！周大人，小女输了啊！江姑娘承让了。少爷，这回我听懂了，不过是一个鸟飞走了，为什么他们这么激动啊？我们读书人的事儿，你就别管了。各位，已经2轮了，难道就没有人能够赢过周大人，带走这500两白银吗？那太可惜了。老师，这周县城太嚣张了，若不是您不跟他周文一个晚辈计较，哪轮得到这些人在这出风头？学问哪里分早晚？既然他周文有才，那我便去会会他。老师有如此胸怀，学生真是惭愧不已啊！现在还有哪位才子想与周某比试啊？老夫来。这位是前任国子监祭酒。什么？国子监祭酒？这下周大人输定了。我说他怎么如此张狂？原来是有九公主在背后撑腰。国子监祭酒又怎么样？我脑子里还装着诗仙诗圣呢。久仰，久仰，原来是孔老师啊！久仰久仰。周大人不必客气，老夫早已告老还乡，只是在大夏学生太多，便跟着弟子来看看热闹罢了。周县长啊，输给我老师不丢人。完了完了，这下真的要输了。哎，你不是周大人的朋友吗？那你怎么都不替他担心啊？担心什么？他又不会输。你知道国子监祭酒是什么身份吗？
你就这种态度？我看我们还是提前去准备，筹集那500两吧。愁什么愁啊？我说他输不了，他就输不了。你要不信，咱俩打个赌。赌什么？输的人要满足赢的人一个心愿，怎么样？行呗，那就赌。那就请孔老师出题吧。好，周大人刚才做的2首诗虽然精妙，但却只是小情小意。然大丈夫志在四方，胸怀天下，诗词亦是如此。诗词若无志，便如人无骨。所以吾这之题便是志。不愧是国子监祭酒出的题，竟然格局如此宏大。晚辈才疏学浅，还请老师先来。要不是看在你跟公主认识，早把你按在地上摩擦了。还国子监祭酒，不过就是个追名逐利的小人。老夫曾带弟子到泰山游学，这次就以泰山为题作诗一首吧。请。巍巍带月震东方，万古凌霄气自昂。但使胸中有沟壑，何妨吟啸向夕阳。好，我老师说的诗真是气势磅礴，精妙绝伦，这简直是世间绝唱啊！不愧是孔夫子的后代，小女佩服。哎，你说刚刚那个祭酒都说自己跟夕阳一样老了，大家为什么还夸他？我明白了，少爷，那个老头刚才念的声音那么大，一定是在说他不服老，所以大家是夸他这么老还能不死呢。也不是我说，你小子有时候还真聪明啊。那是，整天跟在少爷身边啊，我都被熏陶的有文化了呢。周大人不必恐慌，随意发挥就好。若是实在做不出来，也不碍事。我和弟子也不在乎那点钱，你们留下便是。孔老师，你此时的确是气度不凡。不过你所说的泰山，周某不曾见过。那周某就以眼前这座小苍峰为题吧。你说这是小苍峰，你不说我还不知道他有名字呢。周大人，老夫以泰山为题，是因为泰山乃五岳之尊，你却拿小山丘与老夫比拼，如何写出格局？老夫是看你有点潜力才与你比试，你却如此无礼，哼！孔先生何必计较所因为何山？只要心胸宽广，我相信，哪怕是小山丘，周大人也能做出好诗。没想到九公主竟如此袒护周文，难道是属于他为驸马？也罢，若能攀附皇亲，任意是屈辱又如何？那你做吧。好。苍风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你怎么能想出如此诗句？你到底是谁？怎么了？我是周文啊！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首诗岂是你的能比的？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天地造化，南北分割。
问整个大夏有几人能有如此格局啊？周老师，马关山对周老师真心拜服，还望您不计前嫌，收下我当学生啊！哼，逆徒，逆徒！哎，你怎么可以背弃为师？孔先生，周先生所做的诗啊，那可是精妙绝伦啊，大家有目共睹。我马关山只仰慕有才华之人，何来背弃一说？对吧？周大人肚里有的是墨水。哎呀，明了明了！我去，这可是师生决裂的大戏啊！要是现在有一把瓜子就好了。原华，你也太棒了！逆徒，逆徒！你们都是一群庸俗之人，根本不懂欣赏。不对，你所吟作的诗句与事实完全不符。一个小小的山丘，哪儿来的阴阳各混淆的高度？所以是你输了，输了。这，哈哈哈哈哈！谁说诗一定要符合实际啊？起初你也说过是要写志，而并未强调写实。虽然这位年轻人没有上过泰山，但是他站在小仓峰时，心里想的却是天下，所以他所写的不是眼前的这座山，而是他心中的那座山。是啊。孔老先生所写泰山，是眼中见过的山，所以写来写去也还是那座山。可周大人呢？他从未见过，却能写出比泰山更有气势的诗，这就说明周大人心中的山比你的大。是啊，周大人的诗如此有气魄，怕是连泰山都撑不起来。这，你让他去如何找真正的山呢？所以说，周大人的诗词毫无疑问更胜于你。你到底是谁？一身破烂衣衫，还敢妄议老夫的诗句？哎，孔先生慎言，这位乃是曾教导过皇上的钱大儒慕容秋。慕容秋，你竟然是慕容秋！哎呀，原来是慕容老先生，学生久仰。周文，老夫问你，你饱读经书，又做出了一览众山小这样的诗句，告诉我，你的志向是什么？我去，隐藏大佬一上来就搞提问，我得好好回答，说不定这带动招商就得靠他了。晚辈的志向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辟天下寒士俱欢颜。好啊！大夏能有如此之才子，这乃大夏之幸啊！周文，你看老夫如今这身，是否算得上是你的寒士啊？先生的意思是？老夫一路走来呀，发现这安县虽然不太富裕，但这里也是山清水秀之地啊。如今更是发现有你这么一个大才在做安县县令，老夫也想留在此地出一份力啊。有先生如此大度，那简直是安县之幸啊！哎呀，若是有慕容老先生在，安县定能人才辈出。既然先生打算留在这里，那我也打算留在这了。我也留下，我也留下，我也留。我代表安县，欢迎大家。好，机会到了。哎呀，
你怎么忽然叹气了？他一开口放什么屁，我都知道。一会儿他就要哭穷了。真的假的？哎，先生，你有所不知，安县现在虽然已经人才济济，但是啊，没有金钱支持啊，这实在是个问题啊。周大人，在下永州商会会长孙万金，向来敬佩读书人，适才在台上已经见识过周大人的风采。如今安县又有慕容先生坐镇，我愿意出1万两白银，在安县开商铺办学堂。果真？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替安县所有百姓和文人读书人谢谢孙会长啊！既然孙叔叔捐了，那我们家也捐。我们家捐1000两。我出3000两，我出500两，我出4000两。好，好，安县能有各位，是安县之福。我在这儿感谢各位商友。元华，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好酒好菜招待大家呀！好，好嘞，我去就回。去吧，去吧。各位，周大人已经提前为大家准备好了上等的房间和酒菜，大家都跟我喝酒去吧！哈哈，走，去看看。请。周文呐，你小子好计谋啊！你是不是早就算好了我要留在此地啊？先生说笑了，学生当时只是料到了能有大批量韩氏能加入安县，但从来没有想过能有先生这样的大儒家呀。您放心，安县绝不会怠慢您的。哎，思雨，你赶紧送慕容老先生去休息吧。是，慕容先生。我们走吧。好，那我先告退。周公子，小女子有一个问题想问公子。姑娘，但说无妨。敢问公子婚配否？姑娘，在下虽然尚无婚配，但已有主意之人了。婉瑜明白，婉瑜告退。不知周大人心中主意之人是谁啊？我的属意之人嘛，那就是……嗨，周大人，那个你答应我收徒的事儿怎么样了？你师傅不在这儿。我师傅刚才不还在这儿呢？那不我师傅吗？我师傅在那儿呢，周大人，我先去送一下。他这样子好像一条狗啊。像他这样一辈子被人追捧的人，忽然从云端跌落，心里肯定受了很大的打击。能不能走出来，就看他自己了。哎，少爷，咱们为什么不跟着袁师爷一起走啊？你懂什么？你没听周大人最后念的那个诗吗？那诗都做小仓风了，往后肯定越来越多人去小仓风。咱们跟周大人商量一下，把那小仓风包下来，咱们不就发了啊？哇塞，少爷你真是天才啊！你不仅会作诗，还会经商，我真的好崇拜你啊！要不说我是个才子呢，学着点儿。来了，快！周大人请留步。钱公子，你所谓何事啊？借一步说话啊！什么？钱富贵要包下小仓风？就他能行吗？哎，你可千万别小看了他。他虽然是一个文盲，但是还是有些经商头脑的。要不然钱家那么多钱哪儿来的？我经过他这么一启发呀，我倒是发现了一个不错的想法。什么主意啊？旅游。
旅游？嗯，哎，身为我们历史系学者，除了研究历史，我们还要一起研究国策。哎，就比如啊，咱们穿越之前的现代，当时就已经有很多城镇和旅游结合，一起就把经济带动了呀。这些咱都是可以借鉴的呀。你这么说还真是，可是，在现代我们有手机有网络，那是现代。我们有手机有网络，信息通讯都可方便了。可我们这古代啊，旅游经济搞不起来的。哎呀，这确实是个问题。大人，不好了，那个乱葬岗出现鬼火了。啊？什么鬼火？嗨，就鬼火嘛，就那个蓝色的这个小火苗火，好多人都看到了，现场人可多了。他们说是牛儿的冤魂呐，来索命了。胡说八道，这简直就是封建迷信啊！还有那个什么鬼火呢？那分明是叫那个什么磷火。啊，对，叫磷火，那根本就不是什么鬼火。磷火是啥玩意儿啊？哎呀，可这不是这个乱葬岗，人可多了，还说请了驱邪大师呢，要驱邪呀！这怎么能行呢？不行，我得亲自去跟百姓们说。走。愣着干嘛呀？一块儿去啊！呀！我给大人擦桌子，你看这桌子真桌子呀！我就不去了。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你们干什么呢？哎呦，周大人，你们来了！这地方闹鬼，我们请了张半仙来捉鬼呢。胡闹！这哪有什么鬼？那人分明就是个骗子！怎么可能？没鬼，怎么会有鬼火呢？周大人，你们虽然是当官的，但是闹鬼这种事儿啊，还得是张半仙这种大师才行啊。对，你们还是别添乱了。我过来。跟他们说有什么用啊？咱们不如把鬼火来源找出来。啊，说的有道理，这才符合科学精神。哎，他们这是要干什么？牛二附身了吗？可恶！本仙刚布下的阵法已经被他们毁了，鬼要被惹怒了呀！不好了，鬼火发怒了，我们快跑啊！慢点儿，走那么快干嘛？这磷火会被气流搅动起来。哦 ，OK。哦，找到了。哎，我找到鬼火来源。不是吧？啊？怎么都走了？不行，这样下去肯定会引发动乱的呀。咱们还得想办法向他们宣传一下这磷火的原因才行啊。嘿，这事儿交给我吧，我可以搞定。啊，你还会搞宣传？笑话，我基层民警，经常给群众们搞法律科普和反诈教育的好吗？行，那就交给你了。交给我你就放心吧。哎呀，袁无赖，你这什么破话，累死我了！那群百姓根本讲不通啊！怎么，鬼火的事儿还不顺利吗？何止是不顺利啊，简直困难重重。刚跟这个百姓说完，这个一下火
又都白说了。就是，尤其那个张半仙儿，哎，他居然说什么是因为周文断案的时候把牛二尸体挖出来，牛二来报仇了。我跟他们讲是因为引火的问题，他们就说我们做贼心虚，荒唐。我们虽然能够通过诗词大会招揽文人，可是这百姓未必是读书人呐，怎么能跟他们讲道理呢？我是没招了，现在我就想躺在床上刷点爽文短剧，泄泄心中的怒火。短剧？什么短剧？哎呀，袁华，说什么呢你？我说短剧。哎，等等，哎，我有办法了。什么办法？什么办法？哟呵，我还头一回在你们3个人的脸上看到这种表情呢。袁无赖，你到底说不说？哎，好了，生什么气嘛？我告诉你们，那就是演戏。演戏？没错，我们在县里最繁华的街道搭一个大戏台，然后编一个关于鬼火来源的故事，再请人过来演。我知道了，是不是就是把话本里的故事演出来？你倒是聪明了一回嘛。袁无赖，我嘴贱一下会死。可是演戏这种事儿一般都是幽灵戏子才会去做的事，你身为县令，这样不合适吧？公主也觉得这些职业是下九流吗？这倒不是，少傲为人，理应获得尊重，可百姓的观念并不容易改变。我是担心影响你和安县的名声。这倒无妨。所谓药无贵贱，能御者良，法无雅俗，便民者善。如今安县百姓因为鬼火之事人心惶惶，我们只要能通过这出好戏，让安县的百姓们知道灵火的来源，理解其中的道理，这不比多少官员苦口婆心的去劝解更有用吗？再说呀，只要能达到教化众人的目的，这些过程都是可以调整的呀。这便是实事求是。既然如此，本宫全力助你就是。哎，是我，不是他，这主意我想出来的。再说你看他那书生的样子，他能演戏吗？他能放得开吗？他？哎呦，就你厉害，就你厉害，就是往自己脸上贴金。你少喷我汤思雨，你也得跟我一块演。你少喷我汤思雨，你也得跟我一块演。凭什么？我不去，你让我去我就去，那我岂不是很没面子？耶，是谁上次输了赌注，要满足我一个愿望？你想反悔？好啊你！你干嘛？还能干什么？准备给你这个无赖演戏。哼！我就知道能把你拿下。哼！那本宫也先走了。别看了，人都走远了。哎，袁华，上回咱俩聊的那个旅游致富，我觉得配上你这个演戏是很好的切入点。哟呵，行啊，那我这也算是一石二鸟啊。好，等着吧，我肯定用鬼火的戏给安县的旅游事业开个好头。行，我要去找我的思雨了。瞧你那样，还笑我呢？瞧你那出息！听说今天是师爷亲自演大戏啊！哎呦，活了20多年，第一次见，真稀奇。我还听说呀，这戏是关于牛二和鬼火的。鬼火？什么？鬼火？什么鬼火？鬼火啊！看来真有看头啦！是啊，
开始了。黄麻子准备的道具太简陋了吧？简陋点好，这样吓唬不到人。行了，该你上场了，回去。圆滑，你给我等着！大家好，我叫张三，外乡人，来安县买帽子，耽误了时间，现在居然迷路了。哎，这是坟头？那是鬼火！完蛋了，怎么让我给遇上了？哎，我帽子呢？难道说被鬼给拿走了？小哥，帽子不就在你头上吗？我叫李四，今晚喝多了酒，也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啊！鬼火！鬼火！救命啊！酒壶？难道说他不是鬼？我是人不是鬼，你是人是鬼啊？废话，我当然是人了。奇怪，那我的帽子去哪儿了呀？你傻呀，帽子不就在你头上吗？哎，原来不是鬼，那鬼火又是怎么回事呢？鬼火呢？鬼火呢？刚才那个拦不住了。鬼火！真的鬼火！哎呦我的妈呀！快走！大家别走，大家想不想知道鬼火到底是怎么来的呀？啊！哎，那你说呀！大家请看。骨头？怎么会是骨头呢？鬼火啊，其实就是骨头中的一种气，一碰到空气就会着火，但我们把它盖上，这么了，隔绝了空气，它就不会燃烧了。就像我们闻美酒的香味一样，其实都是大家看不见的一种气呀。这就是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原因吧？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不管是张三丢了帽子，还是李四看见了鬼，其实啊，都是因为心里害怕，自己想出来的，都是假的。其实都是啊，自己吓自己。袁县城，这几天本官在安县看了很多商铺和戏台，真是受益匪浅呐。尤其让本官佩服当属周大人大办学堂的魄力了。待本官回去，定会潜心钻研学习周大人的治理之道。郑大人言重了，我们两县一一带水，理应相互学习扶持才是。好啊，那袁县城就请留步吧，本官先告辞了。郑大人慢走。哎呀，可算是走了。现在来安县参观的官员这么多，我接待的都要累死了。哎呀，我才累死的呢。这两天带着那群游客往学堂和戏台来回跑，各种戏听得想吐，学堂的书我都要会背了，尤其是那个苍风复如何，来个人就得听一遍。哎，
过说真的，袁华，你当初能想到演戏的法子是真不错。现在整个安县都富起来了。那是，我还想了一句口号呢。我念给你听。什么？那么近，那么美，周末到苍北。苍北？苍北是哪儿啊？你傻呀？安县不就在小仓峰的北面吗？现在小仓峰因为周文那首诗，在整个大夏几乎人尽皆知了，整天那么多人来。要是让他们知道小仓峰北边有个安县，那愿意来的人不就更多了？是啊。哎，袁华，你这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哎呀，怎么能想到这么多啊？啊，你怎么弄的？怎么搞成这样？哦，这个呀，没事儿，就是雨天路滑不小心摔了一跤。怎么，你担心我？谁担心你了？我就是担心我的绝妙好词无人传出去。切！不过说真的，这雨到底什么时候能停啊？都淅淅沥沥下了2个月了。应该快了吧？不好了，袁师爷，粮食都烂地里了。什么？周大人呐，这2个月来，安县一直雨下个不停，我们地里的稻谷都给淋死了。周大人，俺们农民都是靠天吃饭，现在地里的粮食都没了，我们可咋办呢？大伯，你放心，本官身为安县县令，定会想办法解决此事的。好的，好的，谢谢周大人，多谢周大人。这县里的富商恐怕早就知道了，囤积好的粮食就等在百姓饥荒的时候抬高物价呢。我说怎么遇见那孙万金，急急忙忙的往外跑，原来是囤粮食去了。切，要不是躲避他的马车，我才不会摔跤呢。周文，为今之计，只有尽快开仓放粮，否则若是闹起饥荒，恐怕要引发动乱呢。可我们也没有粮食啊，我们这安县才富了几天，那些粮食撑死只够吃上7天。要我说，还不如趁着现在那群富商还没行动，咱赶紧买点粮食啊。说的有道理，若是附近粮价太高的话，那我就请父皇从京城往安县拨点。不必惊扰圣上，我已经想到法子了。什么法子？顺应富商，抬高粮价。周文，你没事吧？现在哄抬物价，这不是让老百姓雪上加霜吗？这招我好像在哪儿听说过呀。周文，你实话告诉我，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我相信你绝不是那种会趁火打劫的人。公主，你想，既然富商会为了利益囤粮，那我们是不是能利用富商给老百姓囤积粮食呢？让他们给百姓囤粮？没错，想要解决粮食危机，就需要解决3个核心问题。这第一个问题啊，就是粮从哪儿来？我的想法就是抬高粮价，让百姓的粮食从富商那儿来。这就遇到第2个问题，老百姓怎么获得粮食？这个呀，就需要我这个县令发力，想办法把粮价给降下来。你说的倒是轻巧，这粮价是你想降就能降的。这商人都是趋利的，如果他们无利可图，到时候不用我做什么，他们就争先恐后的把价格降下去了。他这说的什么意思啊？我怎么感觉跟听天书一样？听不懂你还问？这个时候我们2个就应该闭嘴。那我不是听他说要抬高粮价，我生气吗？真惹不起啊！他是谁？他可是周文呐。他就是把粮价抬高了，也肯定有他的道理，还用得着你去问啊？那我不说了还不行吗？那第3个问题呢？
这第3个问题嘛，就是百姓灾后该怎么活。你说的这个，这我倒是没想过。那你打算怎么做？有一个办法，以工代赈。以工代赈？没错，如今啊，安县和外界的往来越来越密切了，安县却只有一条小仓峰上的土路与外界相连。如果这个时候啊，让老百姓们修路的话，便利交通是其次，但更重要的是啊，让他们在期间有钱可挣，不至于变成流民，引发动乱。哦，哎，这点我可懂，叫那个想要富先修路，对吧？就是这个道理。哎，你不是说咱俩这个时候不要说话吗？你怎么知道他的意思啊？而且还说对了。没办法呀，谁让哥的才华实在藏不住啊！臭屁鸡！等，公主，你意下如何？你的想法的确全面许多，方才是我误会你了。那要是按你说的去抬高物价的话，那你打算把粮价抬到多少文一斗？200文。 200文？200文一斗？这周大人是疯了吗？那还能有假？那官府告示上写的清清楚楚，本才子可是亲自去看过的啊！听闻周大人一向爱民如子，没想到也会趁此天灾做这种事。以前那些对他感恩戴德的人，恐怕要骂死他喽。我还记得他曾经在诗词大会上放出豪言，要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可如今这种作风，不像是那样的才子做出来的。管他人好坏呢，他的诗让我在小仓峰挣了那么多钱，我相信这周大人会赚钱。哎，不跟你们说那么多了，本才子这就去把邻县的粮食全部收回来。哎，孙会长，你看这……买，赚钱的时机稍纵即逝，如此高的价格必须买。200文一斗粮，这不是把我们百姓往死里逼吗？就是啊！你不是去找周大人了吗？你是咋说的？他怎么突然就把粮价整这么高啊？对呀，你咋说的？我就按咱们之前商量好的说的。周大人也说了，他身为安县县令，一定会想办法解决。真没想到，这样对我们。当初还以为他演戏办实惠是为我们老百姓好，现在看都是他赚钱的手段。现在城里有钱人把粮食攥在手里，还卖这么贵，我看那个周大人就是想把我们给饿死。真是畜生，臭当官的！我听隔壁村人说呀，他现在搞了个赈灾的活，就是找人当苦力修路去，给工钱还吃饭不要钱啊！咱们要不要去试试？修路？哎，还想着修什么修路的？都是他赚钱的手段，真是瞎了眼了！当初那么相信他，这当官的都是一个德行。咱们骂归骂，日子还是要过的，家里还有老婆孩子要养，况且现在除了这个也干不了别的，你还指望家里发霉的稻谷去卖去？嘿，真是晦气，咽不下这口气。哎，行了行了，赶紧走吧，这活现在可不缺人，去晚了就抢不到了。哎，走，咱们也看看去办事啊。公主，周大人，那些富商一听说安县有钱可赚，一个个都乐疯了，疯狂收购外地的粮食，日夜兼程的运过来，连好多外地的粮商都专门跑来，就等着赚钱呢。好，既然时机已经成熟了，我决定通知下去，开仓放粮，每斗价格定在100文。100文，直接砍半啊！可是县衙里也没有那么多粮食能拿去卖啊。哎呀，有没有那么多不重要，只要我们动作搞得够大，不出3天，他们就会坐不住了。我就不信，他们还愿意花大价钱把粮食再运回去。思雨，就按周大人说的去做，出了什么事儿，
本宫担着。是。公主，你就这么相信我？公主，你就这么相信我？其实我也担心会出问题，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你可以值得相信。公主。哎呀，还叫公主吗？多生分呢。要不以后就叫我舒言吧。这不太好吧？有什么不合适的？本公主说合适就合适。本来还想着赈灾结束后带你去看京城的双色玉兰花，你这样我不带你去了。别，我想看，带我去。好，我叫就是。舒言。政府突然开仓放粮，粮价暴跌，怎么会这样？哎呀，我的钱呢，全用来买粮了。我现在家里家外粮食堆成山了，要是卖不出去，就全砸手里了。哎呀，这个周大人简直是在戏耍我们呢，真是气死我了！孙会长，现如今我们该怎么办呢？现在若是要把粮食运到别处，运费开支大不说，恐怕那里的市场早就被其他人给抢走了。所以现在我们只有一个办法，低价贱卖。不是吧？那可是我们辛辛苦苦从外地找过来的粮食啊，1分钱没捞着就算了，最后还要贱卖，这成什么事儿啊？我们是商人，抬价卖粮本来就是一场豪赌，如今没赚到钱，只怪我们没有早点认清安县的供需情况了。如果再不及时止损，低价贱卖手里的粮食，恐怕只会赔得更多。哎，我同意啊，我又不缺吃的，要那么多粮干嘛？要我说，咱们赶紧把手里的粮全卖了，与其囤那么多放坏了，还不如赶紧换成钱握在手里呢。好吧，那就卖。1、2、3、4，1、2、3、4。还真没想到，周大人还真把粮价降下来了。我们不但有饭吃，还不愁没活干，真是得感谢周大人啊！哎呦，也不知道谁前几天骂周大人骂得最凶。哎，别提了，别提了，这次我真相信周大人了。我们还是多干点活吧。哎，走，转运使大人，前面就是安县了。哼，这个周文不仅哄抬物价，造成百姓恐慌，还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简直是大夏的蛀虫。本官定要参他一本。周文，我跟你说，那些富商现在为了抛售手里的粮食，都在打价格战，一个个争得脸红脖子粗的。不好了，周文，怎么了，舒言？别着急，你先坐下说。周文，我刚刚收到消息，江南的转运使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安县，他向父皇弹劾你身为知县刻意抬高粮价，耗费民力，大兴土木。无论我怎么解释，父皇都要让你亲自去京城述职。哎，该来的还是来了。转运使负责监察地方财政，安县闹出这么大动静，的确很难不被注意到。范文正，想必当时的你也经历过这样的时候吧？周文，你打算怎么做？其实如果你不愿意去京城，我可以跟父皇说。舒言，你放心，现在安县赈灾的成绩，百姓有目共睹的。再说了，我只是去向皇上述职，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吗？我相信你，那我跟你一起去，好吗？好，我们也去。各位，你们怎么来了？周大人呐，我们都听说了，您因为修路和粮价的事被叫到京城了，我们担心您呐。是啊，当初您刚宣布抬高粮价的时候，我还骂过您呢，真是不该啊！周大人，您不会不回来了吧？哎
哎呀，安县需要您啊！是啊，是啊，安县需要您呢。各位，我只是去京城述职了，没有危险啊，所以你们还是放心吧。安县需要我，我也需要安县。放心，我一定不会离开你们的。走吧，该上车了。好。周大人，慢走走啊！走啊！我们等你回来呀！你的付出，百姓们都看得到。周文，父皇生性多疑，父皇的心思就连我也猜不到。此次去京城，你一定要小心一些。放心吧，我还等着你带我去看京城的双色玉兰花呢。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开玩笑？儿臣参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免礼。父皇，您这么着急把我们叫回来，是有什么急事吗？你呀，出去几个月还是这么不知礼数，在安县有没有受委屈啊？自然没有。周大人和袁县城对我可照顾有加。说到周大人，周文，你可知罪？陛下，臣自知陛下恼怒臣，抬高粮价，大兴土木之事，但臣其实自有算计，还请陛下容臣禀报。哦，你给朕说说，你有什么算计？回陛下，数月前，安县无粮，百姓失业之时，大批商人囤积居奇，意欲灾年谋取暴利。臣抬高粮价，乃是以利诱之，使得外粮可以进入安县。待安县粮满，臣即开官仓，平价而出，乃是稳定物价，安定民心。臣所谋者，非一家之力，而是一县之命也。对呀，对呀。至于兴造之事，非为劳民，乃为养民。灾年百姓无业，若不使之做工，必成流寇。今数百人日有所得，数千人不饥不寒。臣以为，此乃救荒之上策也。对呀，对呀。好一个救荒之上策！那朕之前所用之策都是下策吗？陛下，臣不敢，臣只是……哎呀，父皇，你就别吓唬他了。你呀，这才出去几天，胳膊肘都往外拐了。行了，都起来吧。谢陛下，谢陛下。其实你们这些说辞，言儿早就给朕说过，他还总说你们在安县的那些功绩。什么诗词大会，还有鬼火戏台，还有处置场舞。好，周文，念在你在安县政绩卓著，有意升你为永州知府，你可愿意？这不处罚我？瞅啥呢？升官了，快谢恩呐！臣谢皇上隆恩。父皇，孩儿还有一事想请父皇做主。什么事啊？儿臣想请父皇为儿臣和周文赐婚。周文，那你的意思呢？臣心悦公主已久，还请陛下成全。行吧，朕准了。耶呀！元华，哎，臣在。朕看你与周文配合默契，便任你为永州通判，地位仅次于他的知府，如何？通判，我也升官了。哎，谢皇上。行了，都起来吧。怎么样，这下终于满意了吧？满意，多谢父皇成全。你呀，行了，朕年纪也大了，经不起折腾了。你们年轻人自己玩吧。恭送陛下。
周郎，你回去之后有什么打算啊？我打算继续宴饮游乐，大办赛事，为安县的百姓创造新的赚钱机会。哎，你刚才喊我什么来着？还能叫什么？周郎啊，是周郎啊。思雨。哎，我说唐思雨，你看人家九公主都请陛下赐婚了，你什么时候请陛下给咱俩赐婚啊？你胡说什么？我什么时候答应嫁给你了？你不嫁给我，嫁给谁？你还想嫁给别人啊？